大家好，我是戴着眼镜拿着话筒还带着圣诞帽的阿拉斯加偏偏，今天继续给大家说《瑞克和莫迪》第1季的第7集。故事从老白和小黄爷孙俩在外星球商店购物开始。小黄看上了一只性感的女性机器人，让老白买给了他。这个脑袋明显是恶搞了机械战警。回到家，小黄就开始和美女机器人没羞没臊做运动。老白也以为这只不过是一个外星高科技的充气娃娃，却没想到这个机器人其实是一个生育机器，居然生下了一只全身红毛、长着6只手的外星怪物。老白认为这只怪物很危险，打算把它杀掉，却遭到了全家人的阻止。小黄说这是他的孩子，他要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，还给外星怪物起了个名字叫啥好呢？就叫胡巴吧。既然连名字都起了，老白只好放弃。小黄在爸妈的指导下哄胡巴，爸爸说小孩哭个不停，就把他放在一边不理他就好。妈妈则严厉的对胡巴说，你这么做是得不到奖励的。这2种教育孩子的方式显然都是不科学的。小黄决定不听爸妈的话，以自己的方式带孩子，但是爸妈却表示了不屑。老白把机器人带回实验室研究，发现这种生育机器是来自阿拉斯加星系的咯吱嘎吱星球。小黄的姐姐小花说，既然小黄忙着带孩子，要不你老带我去冒险呗。但是老白是个严重的大男子主义者，拒绝了小花。老白用传送枪打开了通往那个星球的传送门，谁知此时从传送门里伸出一只巨手，把小花抓了进去。这个星球上全是和胡巴长得一毛一样的红毛怪。老白跟了进来，救下了小花，但是他的传送枪也被怪物破坏，因为这些红毛怪满脑子只有性和暴力。为了低调，老白让小花穿上了斗篷。小花很不情愿，因为她非常喜欢自己刚买的吊带上衣。小花问，这些红毛怪智力如此低下，是如何制造出这么先进的生育机器的呢？老白推测，这个咯吱嘎吱星球发展到高度文明之后，用生育机器取代了女性，这样没有了女性的唠叨，分散注意力，他们就能更加专注于战争。然后一场大战就把自己的文明炸回了石器时代。小花作为女权主义者表示很不忿，你的意思是没有女性的社会更有效率吗？外公说，你啥时候见过男厕所门口还排长队的？这时外面传来了声响，俩人出来一看，发现空中飞来了一个巨石头像，吐出了一堆的生育机器。等红毛怪们那个啥了以后，又全部回收。老白和小花赶紧跟着进入了巨石头像的内部。这个巨石头像包括整个星球世界观的设定，其实是致敬了1974年的反乌托邦科幻片《萨杜斯》，讲了300年后的地球为一群高级科学家所统治，他们奴役贱民以供自己享乐。那这个咯吱嘎吱星球奴役红毛怪的统治阶级又是什么人呢？万万没想到，居然就是红毛怪的女性生物。在这个星球，女性是统治者，男性则是奴隶。外星女人以为老白也是小花的奴隶，带他们俩来到了他们生活的城市参观。女王说，因为男性红毛怪整天就知道打仗，所以后来女性脱离了男性，他们制造这些生育机器是为了稳定人口，每次投放出去一堆，受孕的就回收，如果生下的是女性就抚养，是男性的话就反正这些红毛怪只需要1天就能长成这个宇宙里最凶残的怪物之一。老白说，现在就有这么一只怪物在地球呢。女人说话，男人插什么嘴？女王首先表达了对小花穿衣品味的肯定，还说要把他们送回地球，但是先喝2杯鸡尾酒再说。老白对这些墨迹的女性彻底无语，当场放屁以示抗议。此时小花不小心叫了老白外公，这明显是一个父权社会才有的称呼。于是老白和小花就被送上了法庭。前面一个外星女人犯了刘海难看罪，被判了沉默刑，也就是没人再跟她聊天。这对于女人来说确实是极大的惩罚。老白说，放心吧，看来咱们也判不了啥重刑。然后他和小花就被判了死刑。此时小花指着自己的吊带上衣说，这件衣服就是地球上一个男性同性恋设计的，在我们地球上男性和女性是可以和谐共存的，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这件衣服，你们就不能判我们死刑。女王被小花说服，送了他们俩一艘太空船，让他们回地球。咱们再来看地球上带孩子的小黄。胡巴长得很快，已经学会了说话。 Say Dada. Dad! Dada? Destruction, domination. Nice. 然后没多久，胡巴就长成了几岁的熊孩子。从他的话就可以看出，他脑子里想的全是暴力。小黄为了阻止胡巴出去搞破坏，骗他说外面的空气对他有毒，还对他大喊大叫。 'Cause I said so! Nice. 终于，胡巴长成了满脸青春痘的叛逆少年，整天看军事节目，想着征服地球。2个人在抢遥控器的时候，小黄忍不住推了胡巴一下。胡巴说，就算去外面毒死，也不愿意和小黄在一起。 My life has been a lie. God is dead. The government's lame. Thanksgiving is about killing Indians. Jesus wasn't born on Christmas. They moved the date. It was a pagan holiday. 胡巴来到大街上到处破坏，危急时刻老白和小花也赶回了地球，但是小黄依然挡在了老白面前，不让他伤害自己的孩子。小黄和胡巴坐下来谈心，说出了第1季里偏偏最喜欢的一句台词，父母也只不过是有了孩子以后的孩子。一个路过的漫画家提议，胡巴可以把自己满脑子的暴力想法转化为创作的动力。就这样，胡巴和小黄依依惜别，打算独立生活。不久之后，他果然成了一名作家，并且写出了畅销书《我可怕的父亲小黄》，而小黄他妈贡献了本集最后一个金句。 It's a thankless job, Morty. 本集片名为 Raising Gazopzo， 可能致敬2部作品，一部是美剧 Raising Hope， 中文名家有希望，讲述青少年意外得子将其抚养，同时承受父母对其育儿方式的指责；一部是尼古拉斯凯奇主演的电影 Raising Arizona， 中文名抚养亚利桑那，讲述笨贼绑架富翁孩子当成自己儿子抚养的故事。以上就是偏偏对瑞克和莫迪第1季第7集的解读。想看前6集解读的小伙伴可以关注偏偏查看往期作品。下周6我们接着说第8集，拜了个拜。